好的，各位同学，在上一期里边，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个很简单的关卡啊，也就是我们整个场景的第一关。在这一关里面呢，我们实现了可以拾取的苹果和一个会下坠的平台啊，而在下一关，也就是我们的第二关里面，我们要实现的是一个可以移动的玩家触碰之后就会被杀死的这样一个机关。这个机关呢，我们选择的是这个纹理。大家好，我是老李，欢迎来到老李游戏学院。我们继续来完成这个平台跳跃游戏的最新一期。我们第二关所需要的机关是一个可以移动的齿轮。好，我们先去创建一个齿轮的对象，新建一个场景 SAW。创建好这个场景之后呢，依然跟我们原来想的一样啊，创建它，并且实现用一个节点精灵节点添加上新建，选择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对象 SA， 选择它。它是1、2、3、4、5、6、7、8个横向8个，纵向1个，全选添加，让它是一个默认的动作啊，自动的移动的这样一个效果。这个效果看起来还不错啊。移动的方式我们要怎么实现？在这里我所使用的一个思路是这样的，改变一下它的类型，让它改成一个可以跟随我们某个路径移动的这么一个对象。这样等一下大家就知道我们想要做的实际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了。另一方面呢，我们还需要给它添加一个区域，这个区域代表说玩家触碰这个区域就会触发死亡的效果。我们这一次快速的添加这样一个区域，选择圆形吧，范围呢比我们实际肉眼能看到的范围要小一点。另一方面呢，它这有一个叹号，当前这个类型的节点只能是作为2D 路径的子节点才能够正常工作。没关系，我们可以回到2号关卡里边，我们最终想要达到的效果是这样的啊，可以看到它有2种类型，一种是这个路径是看不见的，玩家看不见的，另一种是玩家可以看见这个路径啊，这个齿轮它会沿着这个路径移动。OK， 那么我们实现这2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啊，相对比较简单，在这个地方创建一个路径 2D 路径之后呢，给这个路径添加上新加一些点，比如1、2、3、4，然后呢让它闭合，这样把我们刚才拿过来新创建的这个机关放在这个位置，这样呢理论上它就会随着它来移动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如何用代码实现它的移动效果。添加一个脚本，在这个脚本里面我们可以让它每一帧去移动。思考一下，这个没有那么简单，先跟大家说清楚。我发现啊，它有2种方式，一种是这种循环的移动，另一种呢则是躺负的这样运动。所以呢，我们这里可以给它添加一个变量，说它当前是不是一个 loop 的效果。这个 loop 效果貌似是在这个节点本身内部就已经存在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属性，如果为 true， 那么路径的长度以外的任何偏移都将环绕，而不是在结束的时候停止。那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啊可以直接拿来用。如果当前它不是循环的效果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给它设计一个往复运动的效果。如果它当前已经走到了末端，当它走到末端的时候，给它一个变量吧。这个变量就是它是否要往复的运动，设置为是。给大家解释一下，点进来可以看到它沿着我这个路径走过的距离，但是这个距离呢是一个0到1之间的范围的数字，也就是说它是整个距离里的百分比。现在呢我们给它设置一个 0.01%，我们要反转这个设置，让它设为否。好，继续往下看，如果这个值它是 true， 那我要让它往回运动，给它一个运动的速度吧，这个速度是可以在编辑器里调整一个浮点值，默认的时候啊它是反向运动的。另一方面呢，如果反之，那我让它是正向运动。这一段代码也可以换成一个3元表达式，让这个进度等于进度自身加上这个时间单位乘速度，否则我们让它在原来的基础上减去，这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好看啊。换一种，再乘一个1，这个1呢值是会改变的 ，if is 否则负1，这么写看起来更干练一点。好，运行这个游戏进入到第2关发现当前这个机关它就可以这样正常的运动了。那么实现了这个机关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实现它的一个可视化的路径。这个路径呢，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新的场景，用来代表当前它的路径。这个场景我们就直接给它改一个类型吧，它就是一个2D 的路径。另一方面呢，
我们需要给它指定一个精灵节点，声明一个变量，找到我们合适的这个精灵。我们还需要告诉外界是否显示这个点，默认的是显示的。另一方面呢，就是我显示这个点它的一个频率，默认的我们可以是一个10，这些值都是可以在编辑器里面修改的。我们在 Ready 里面要处理它的显示啊，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写一个实现一个方法吧。这个方法里边，如果这个变量是否，那么我直接返回，不进行后续的处理，否则我们要正常的来进行操作了。先获取点，获取这个点的方式呢，从我自身这个地方不是有一个曲线吗？我们这样来做，先获取当前这个曲线的长度。看一下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是根据我们缓存的点返回当前曲线的总长度。好，那我现在有了这个长度之后，我再除以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密度，能得到我现在需要多少个点。之后呢，我们用一个 for 循环获取到每一个点。在这个 for 循环里面，比如说我现在有10个点，那这个 for 循环里面的 point 就是1、2、3、4、5、6、7、8、9，这个地方一定要搞清楚。我们要获取它当前的位置坐标，乘上我们的密度，这就是当前这第 n 个点的坐标位置。之后呢，我们可以创建一个点，创建这个点呢，就可以是使用一个精灵节点。创建完之后，别忘了给这个精灵节点纹理赋值。之后呢，将其添加为我自身的子节点，同时设置这个点的 position， 就等于我们刚才获取到的这个坐标位置。回到我们刚才说的2号关卡，添加一个线段，可以创建一个新的路径。这个路径呢，我们需要添加点，1个点、2个点。添加完之后，在游戏里面运行起来。因为我们刚才在这个地方创建完这个方法的时候没有去调用，需要在 Ready 方法里面调用一下，再去重新运行啊。这样我们就不从第1关开始了，我们回到慢节点里边，在这个位置给它改一下，改成1，这样呢是2号关卡了。但是这个是测试修改啊，我们实际的时候还需要调整它，这样大家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点了。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点只有在游戏运行起来的时候才能在场景里面看得见。那如果我现在希望在编辑器里面就能够看到效果，我们可以将当前这个脚本它开头的位置把它设成 true 用一个 true 注解，代表说它在编辑器里面就可以生效。回来重新加载，回到2号场景、2号关卡，就能够看到我们刚才的这个点了。那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一个新的对象那么这个对象放在这儿。等一下啊，我突然想到当前这个对象不是一个 loop 的对象，对吗？所以 loop 这个位置要给它取消选择，这样呢，它只在这个位置移动。我们回来看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回来这个位置loop 重新勾选上，我们再来看，发现它是从下面上去之后又闪回到下面，这个显然不是我们希望的效果啊。所以回来 loop 还是要取消勾选，回到它的脚本里面，我们是不是搞反了呢？这个地方如果是否的话，应该是1，这个地方应该是-1。我们再来运行一下，可以了啊。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创建更多的节点。但另一方面，我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我们是希望当前这个可以移动的齿轮它应该是显示在这个路径的前边的那只要修改一下它的渲染层级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给它的负极一个渲染层级的修改，将它的负极的层级改为-1，给它的子极也给它一个修改吧。不跟随负极的修改负极的这个地方改不改的似乎就两可了，是不是啊？我们要改的是子对象的，运行起来这样呢就满足我们的需求了。旁边的这个位置应该是还需要一个而且呢，它原来使用的是一个2D 路径节点，我们也可以给它改一下，改成我们新创建的齿轮的路径，给它创建一个新的点，分别是1、2、3、4闭合，这样它是有5个点，重新的加载当前场景。它会显示这个点，我们不需要它显示这个点，因此呢，把这个选项取消勾选，重新加载当前场景，那么它就隐藏掉了，不显示了。另一方面呢，它需要2个齿轮，第2个齿轮设置一下它当前的进度，既然它已经是它的子节点了，那么我们直接设置它的进度是 0.5不要去拖放它的位置，拖放位置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直接设置它的进度，运行，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比我们预想的要快，所以呢，我们给它改变一下它的速度，改为60。OK， 当然我现在跟它发生碰撞的时候不会被干掉，是吧？不会被杀死。好的，那么这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我是老李，我是一个游戏人除了游戏我也不会别的。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加入老李的知识星球，在知识星球这个网站或者
App 上面搜索老李游戏学院就可以加入进来，成为我的铁杆粉丝。那么谢谢大家的支持，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点赞、评论、转发、关注、投币，谢谢大家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